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的另外一颗原生种的蝴蝶兰。这一颗呢，它是桑德 Sanderiana。 这颗蝴蝶兰呢，今天我们除了看换盆之外，换盆的技巧、注意事项，我们也会来聊一聊气根它的作用，还有它的一些一般日常的照护，还有最后面换盆时候我如何把气根种进去的一些技巧分享。那我们稍微把时间往后拉到2018年的10月中旬，当时呢，其实它非常积极的在长很多很多的根系。那因为呢它的根系很多，所以长到外面就变成了气根。那2019年的7月底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气根还是长得非常的好。那有很多兰友有问我说，这些气根到底要怎么样才会有这么多气根？其实我几颗气根长得比较好的兰花呢，都是比较靠近我的加湿器。当然有一些兰花它天然自然就是会比较容易长气根，但是这些兰花呢，它在我家里面比较容易长的原因，我觉得跟加湿器的这个就是室内的湿度有关系。但是呢，气根多是对爱看根系的人来说是一个好处，但是呢，养兰花你不应该是追求气根，应该是要看花吧，应该是要追求兰花会开花吧。好，那2019年的这个7月底的时候，7月28号的时候呢，我决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原因是因为呢，就如同你里面现在看到的这样子，就是说我在杯子里面、戒指里面呢，其实之前看到的根系，我觉得它已经没有作用了，已经死掉了，所以呢，我就想要把它取出来看一看，它到底根系的状况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看到新的根系长进去，所以呢，拿出来当时检查，因为刚好季节上面也适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就决定做一个出盆的动作。那修剪根系，当然它死掉的这些坏死的组织你要修剪掉，那修剪的剪刀呢，一定要经过消毒，比如说用酒精或是双氧水，或者是拿到火上烤一烤来消毒。那这个呢，就是已经修剪过后的一个样子。修剪完根系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喷上双氧水或是酒精，然后呢静置24小时。但对这颗兰花我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呢，这颗兰花其实除了坏死掉的根系之外呢，其实我看它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这边呢，我使用了新的杯子下面我还钻了4个洞，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戒指半水根对这颗兰花刚开始我觉得好像还不错，但是后来呢，因为它的根系并没有往下长，所以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比较偏好于湿度有，但是不要太多水，然后呢，就是戒指里面是非常有空气，然后排水性非常好，所以我才决定呢，在新的杯子里面新的杯子下面打了4个洞。那一般来说呢，气根如果你要把它种回去杯子里面，特别是像这样子杯子不是很大，盆口不是很宽的情况之下呢，你为了避免折断根背，就是这个根系，其实最好呢，就是要先用水冲一冲，喷一喷，把它先弄湿，这样它会比较柔软一点。那我这边没有的原因呢，其实我算是比较冒险，但是因为它的根系蛮细的，而且我稍微用手摸了一下，我觉得它们的根系呢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硬，所以呢，我还是就是顺时针或逆时针都可以，慢慢的将它们收进去杯子里面，慢慢的转，慢慢的往下压之后呢，它们就完成了入盆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第一个重点，基本上气根呢，其实要先让它有一点湿润软化，再来呢就是动作要慢，那你可以顺时针的转或逆时针都没有问题，但动作就是重点就是要慢慢的转。那当这个兰花它的气根呢，如果根尖还是绿色正在积极生长的时候，你又要更加小心，原因是因为根尖一旦受到破坏，它就不会继续再往前长了。那这边呢，你们看到的是已经我把它用原有的介质又慢慢的把它放回去的一个完成的作品那我之所以没有用新的介质，是因为其实这颗兰花它出盆完全就只是因为我要观察根系、检查根系、修剪掉它不必要的一些死掉的主枝之外呢，其实它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在喷双氧水或者是用酒精消毒本身兰花的根系，原因也在这边。那我摘回去的时候呢，我其实有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原因就是呢，它的当时的颗粒分布比较不那么均匀，所以我这一次呢，其实在加这个颗粒大小的时候，我其实又更加的尽量让它的大小比例在盆内全部都平均一点。平均一点的好处就是说，它整个盆内里面呢，不会因为颗粒大小差异太多而有一边可能就水分会稍微高一点，停留的久一点，而空隙比较大的地方，水分容易蒸发逃掉的地方呢，散掉的地方，它就会干得比较快。好，那这边呢，我就是内外杯交叠之后呢，把它水量加到最高，让它泡一下。这个动作呢，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你要是换盆之后大概1周之后你再做，就是说让兰花能够适应那个新的环境1个星期，你再去对它进行泡水浇水的动作。最大好处就是万一如果根系在换盆的过程中有折到，你可以有那1周的时间让它伤口的地方可以结痂，才不会马上泡因为湿度太高然后就开始烂在里面。那这边2个月过去了，你看到这边之前的根系呢，它的其中一条根系有开始在冒根尖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这边你看因为它是当初是气根，然后我把它种进这里面去之后呢，它还是继续积极的在生长，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说，其实操作得当的情况之下呢，气根的确是可以再被种回去介质里面的。其实有时候呢，盆里面万一全部的根系都已经烂光，气根就是你唯一能够种进去介质的东西嘛，所以也就是能够最后帮助你进一步的拯救兰花的一个最后的一个选择了，最后的一个方法。那这边呢，到了2020年的1月初呢，你可以看到它当时也在冒一片新的叶子，而之前呢，它在长的叶子呢，有一些很小你看到最右边的叶子是它当初我买回来的苗，它比较大片，后来中间2-3片都是非常的小，因为当时呢我不太会照顾它，我也没有太怎么认真的照顾的情况，我发现它就是不是很喜欢我给它的养护，但是呢它因为一直长气根，我就不管它，让它一直长。到现在呢，我换盆之后呢，我发现它开始叶子越来越有就是渐入佳境的一个状态。那这边你有看到它当时10月初在冒的那个根尖，现在的根系已经基本上有2公分多了，所以是呢相当好的一个现象，表示这颗兰花呢，真如我所预料当初那样子，就是它喜欢介质里面比较多空气，虽然说它里面颗粒很多，还是有一些锁水的部分，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水是能够透过杯底的那4个洞排掉的。那这边呢，因为当时这个杯子是介质半水根，后来多钻了4个洞在下面，所以它旁边还多了2个洞，那也没关系，反正就是当做排气通风用的孔洞。当初买来的这棵苗呢是近成熟株，那到现在呢，其实老实说它在我的养护之下都还没有开过花，不过看来呢它现在有渐入佳境的状况，所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也许2021年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开花。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蓝，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